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防务面对面，我是王宇田。055作为我们中国最先进的，乃至于世界上最先进的驱逐舰，现在呢，它的任何一举一动都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呢，到目前为止055只下水了8艘，那数量呢还是有点少。最近美国的媒体呢通过卫星照片拍到了我们在江南造船厂的一个分段，他们说呢这是第2批的055。这个呢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究竟第2批055相对于第1批可能会有什么改进？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我们要讲一讲第2批055上面可能会有哪些变化。为什么判断它是第2批呢？因为第1批8艘大家都知道早已经造完了，而这个第2批开始建造呢，和第1批呢间隔了一段时间。从武器装备建造的规律来看，如果第2批与第1批间隔了一段时间，那肯定是升级提高的另一个批次，不会和第1批次一样，因为第1批次它是一个技术状态，第2批次它肯定是另外一个技术状态。那么有可能能用上的一些技术有哪一些呢？先说货架产品，货架产品大家都看到了，一个是反舰弹道导弹，因为在第1批上面呢已经试验过了，只不过在第1批呢，可能它的垂发系统能够安排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的配备，和第2批比起来呢，可能会少。那有可能在第2批呢进行一些配备上的一些技术的调整。第2个货架产品是什么呀？是反导导弹。过去我们的055上面至少说没有使用过反导导弹，而反导导弹是未来大型驱逐舰的一个标配，就像美国的标准3一样。那你的反导能力这个纵深大大增强了。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大型驱逐舰上有这个反导能力。前面这2个是货架产品，还有3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我们正在研究中，而且取得重大进展的这些研制产品。第一个，全电推进。全电推进无疑是当今大型驱逐舰的一个技术先进的一个标志之一。全电推进，一个是整体的设计，第2个你的动力呢还要进一步提高。所以全电推进未来一定是要用上的，只不过说在哪一艘用上而已。第2个，电磁炮，大家都非常关注电磁炮是未来武器系统最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美国一直想上，但是没有搞成功，连这个祖姆沃尔特都下马了。而中国大家都看到了，其实我们在072坦克登陆舰上已经试验过了。当然了，恐怕第1艘、第2艘也未必能安排上，因为它还有一些技术环节呢需要解决。但是后几艘有没有能上的可能呢？这恐怕也是值得期待的。毕竟中国在电磁炮上面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3个研制快要取得重大突破的就是激光武器、激光炮。大家都知道，在055第1批当中已经上了低能量的激光武器，这个激光武器主要是干扰无人机的。而中国在大功率的激光武器方面呢，其实也不落后于美国。电磁炮和激光武器未必在前几艘能用上，但我觉得即使用不上，也会为这些武器装备留下加装的空间，这个恐怕是没有问题的。而这2项重要的基础就是你的电站。我们 F 级的重型燃气机已经研制成功了，基础已经有了。所以如果研制当中的这3个东西能上的话，那中国未来的055不是赶上美国大型驱逐舰的问题了，而是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了。当然我现在说这话可能有点过早，但是这种展望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是有基础的，是能够实现的。即使这些东西在第1、第2到第4艘没有安排上，但未来一定会预留空间，而且我坚信未来一定能够使用上。其实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现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艇，可能未来在055上呢也会有所体现，不是只带1、2架直升机这么简单的事儿，未来可能我们带的是一个蜂群无人机。那所以呢，对第2批的055呢，我们现在总想把所有的这个好技术全部用上，这个呢是可能实现的，
但是呢，也是要小步快跑，慢慢实现的。也不用着急，我们想要的未来终究会来。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